最容易被騙的人，從來不是傻子，而是剛剛贏過錢的人。為什麼刷單第一單一定返現？為什麼股票群每天都有盈利截圖？為什麼投資群總會先讓幾個人賺錢？因為真正的騙局從來不會第一天收網。800年前，江西鄱陽，5個書生進京趕考，年輕人一路無聊，每晚都會小賭幾把，輸的人負責當天的花銷。賭注不大，大家都覺得只是消遣。可他們不知道，從他們坐上賭桌那一刻開始，就已經有人盯上他們了。快到龍山時，隔壁客房搬來一位衣着華貴、舉止儒雅的年輕人，自稱鲍八乘務，房間布置的精致講究，一舉一動都像出身名門。他主動結識幾位書生，又站在旁邊觀看賭局，隨後隨手拿出一支金釵，說自己也想玩幾局。奇怪的是，他上桌之後連續輸錢，幾位書生越贏越高興，覺得今天運氣實在太好了。只有程汝吉隱約覺得不對，提醒大家見好就收，可另外幾個人已經完全沉浸在贏錢的興奮裡，根本聽不進去。程汝吉壓低聲音：別賭了，該走了。可沒人理他。你有沒有發現，很多人不是被騙以後才上頭，而是賺錢以後才開始相信自己。真正讓人放鬆警惕的不是虧損，而是盈利。當你開始相信運氣站在你這邊，你就已經站在了劇本的起點。當天夜裡，賭局越賭越大，等程汝吉再次趕回來時，鲍八已經贏走徐生35萬錢。第二天一早，門突然被撞開，鲍八竟然主動報官，把幾位書生全部告上公堂。你以為他在陪你玩，其實他在等你把底牌亮出來。直到這時，大家才知道，這根本不是賭局，而是一場提前設計好的騙局。鲍八和當地惡少輪流扮演身份，從偶遇、結交、輸錢、放鬆戒備，到最後收網，每一步都早已寫好了劇本。人性的弱點就是，當你嘗到甜頭，你就看不見劇本了。最耐人尋味的是一個細節，當天天氣炎熱，所有賭徒都脫掉上衣，只有鲍八始終穿着厚衣服，嘴裡還說自己天生不怕热。後來升堂以後，大家才發現，他背上布滿舊日受刑留下的鞭痕，所以才始終不敢脫衣服。更奇怪的是，真正可怕的騙子從來不会一開始就騙你，他們會先讓你相信自己贏了。當你開始相信自己的判斷時，騙局其實已經完成了一半。所有精心設計的局都從你覺得自己贏了開始。如果我告訴你，這不是電影，也不是今天，而是800年前真實流傳下來的故事。它出自南宋洪邁寫下的《夷坚志》，很多人一直把它當成一本鬼怪小說，可真正讀完才會發現，他真正寫的從來不是鬼，而是人。4000多個故事裡，洪邁一直在追問同一個問題：人為什麼會一步一步走進自己親手挖好的陷阱？他給出的答案不是鬼神，不是命運，而是貪念、僥倖、恐懼、慾望，以及那些你自己都沒有發現的人性弱點。今天我們不聊鬼，只聊人。接下來這些《夷坚志》裡的故事，也許會讓你重新認識騙子，認識規則，也重新認識你自己。人不是輸給騙子，而是輸給自己的貪。人最容易被騙的時候，不是快樂，而是愧疚。手機突然響了，陌生號碼，對方第一句話就是：你最近是不是特別不順？電話那頭說：不給老人超度，家裡還會出事。有人直接把電話掛了，也有人轉過去3萬。因為恐懼永遠比貪婪更容易收錢。800年前，洪邁已經寫過這種騙局。南宋時期，一夥騙子盯上了那些家裡剛死了人、心裡有愧的人。他們的道具還是萝卜刻的章，但身份換了，這次是僧人。南宋佛教影響力極大，誰家有人去世，請僧人來做場法事，超度亡靈是標配。你不請，鄰居都會在背後戳你幾兩骨，說你不孝。
這夥騙子就鑽了這個空子，他們弄來袈裟、木魚、經書，偽造了著名寺院的度牒文書，蓋的也是羅伯克的章，然後走街串巷，專門打聽誰家剛辦了喪事，打聽到了，他們就上門。為首的一個慈眉善目，雙手合十，開口就是一句讓所有家屬都扛不住的話：施主，贫僧從五台山來，路過此地，感應到你家裡有一股怨氣未散。今天有人說你家風水不好，有人說孩子命裡犯冲，有人說不给老人超度，家裡還会出事。包裝變了，套路沒變。家裡剛死了人的人最聽不得這個，尤其是那些生前跟死者有過矛盾，心裡本來就愧疚的人，這一句話就能把他整個人擊穿。騙子接着說，若不及早超度，恐有後患。我們寺裡有一場大法會，專門化解此類怨結，但需要一筆供養金，你出多少就看你誠心多大。对方一听，哪裡敢不出，有的当场把積蓄掏出來，有的甚至跑去借錢。騙子拿了錢，說3天後來做法事，然後消失得乾乾淨淨。有一個被騙的人，事後跑到真正的寺院去問，人家告訴他，我們根本沒有派過僧人去你們那化緣。那人當場癱坐在寺院門檻上，半天沒站起來。他說了一句話，被洪邁記了下來，我以後就是親娘死了，也不敢再請和尚了。最扎心的是，當人們不敢再相信穿袈裟的人，真正受損的不是那點錢，是他从此以後再也沒法相信任何人了。可是事情沒有結束，800年前，有人假扮高僧騙喪家；800年後，有人冒充大師算命改運；有人假借宗教名義斂財；有人利用你的愧疚和恐懼讓你花錢消災。看到這裡你會發現，騙局越來越先進，但利用的人性從來沒有變。真正讓人放下戒備的，從來不是騙子本人，而是你心裡那個揮之不去的萬一是真的呢？所有利用恐懼的騙局都在做同一件事，讓你來不及思考。只要你停下來想一想，騙局就破了。夷堅志裡接着提出了另一個問題，如果一个人既不貪心，也不怕權威，心裡也沒有愧疚和恐懼，是不是就不會上當了？可更狠的是，有一種騙局，你什麼都不信，但你信朋友，而那個朋友是提前安排好的。往下看，恐懼不是情緒，是判斷力的消失。如果貪不是入口呢？恐懼才是。最危險的不是陌生人，而是對你太好的人。有一種人，第一次見面就對你好得離譜，請你吃飯，送你禮物，介紹資源，甚至主動幫你賺錢。很多人覺得終於遇見貴人了，可真正危險的人從來不會傷害你，他只會不斷對你好。然後等你放下戒心，慾望和恐懼之外，夷堅志還記錄了一種更隱蔽的陷阱，他不騙你的錢，也不利用你的恐懼，而是讓你在最無助的時候，把信任交給一個你根本不了解的人。南陵縣一個開酒店的小老闆，某天夜裡出門，遇見一個美婦人主動拉住他的手，直接進了店裡。小老闆本就是市井之徒，見色起意，留他過夜。第二天早上，婦人走了，晚上又來了。此後數月，他每晚都來，每次來都帶禮物，先是銅錢，後來是銀盞、銀瓶，越來越多。人不會拒絕對自己好的人，哪怕他根本不知道對方是誰。免費的禮物往往最貴。很多關係不是從借錢開始，而是從收禮開始。好處越多，真相越晚出現。小老闆開始覺得不對勁，懷疑對方是窩主，這些東西可能是贓物，可他沒有問，因為貪財、貪色，貪着天上掉下來的好事，貪到寧願把疑問壓在心底。後來一次外出，他在郊外遇到一個道人，道人看見他的臉，直接說：你滿臉都是邪氣，再這樣下去會死在鬼手裡。當你開始懷疑的時候，其實已經晚了。小老闆這才慌了，把實情和盤托出。道人給他一張符，
讓他貼在房門上。當晚婦人來了，進不去，在門外怒罵：我已誠心待你，你收了我那麼多東西，我打算終身托付給你，你竟然這樣對我，我不怕你的福，我恨的是你背恩忘義。走後又回來一次，留下一句話：你不義已甚，明天夜裡我就要治你。小老板嚇得一夜沒睡，第二天趕緊搬了房間，從此婦人再沒出現過。看到這裡你會發現，這個故事最讓人細思極恐的地方，不是婦人是不是鬼，而是小老板從頭到尾都沒有真正判斷過對方是什麼人。他因為貪接受了他的東西，因為怕接受了道人的福。每一個選擇都是被動的，每一步都不是自己清醒做出的。他不是被鬼害死的，是被自己的不想拒絕一步步推下水的。後来他娶了妻，妻子对他好，他睡不着。他總覺得下一個禮物就是陷阱。人最危險的時候，不是面對敵人，而是面对你不想拒絕的東西。你以為你在做選擇，其實你只是被慾望和恐懼推着走。而真正讓你輸掉的，從來不是對手太強，而是你從來沒有真正看清過局面。更可怕的是，當一個人開始用好處的來靠近你的時候，你根本分不清這到底是善意還是陷阱。如果你只憑對方对我好來判斷一個人，那麼你已經站在陷阱邊上，只差最後一步。你以為你在接受善意，其實你在接受控制。如果恐懼也不是入口呢？慾望才是最深的那道門。朋友圈裡每天都是精緻的下午茶，精緻的包包，精緻的遠方。私底下催收電話已經打爆。為了維持那個我很成功的人設，你到底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？洪邁在《夷堅志》裡寫過一個關於面子最讓人唏噓的故事。吉州有個讀書人叫劉生，家境本就一般，但他極度愛面子，出門必須穿最體面的綢緞，結交的必須是當地的名流富商。每次和人吃飯，哪怕口袋裡只剩最後幾文錢，他也一定要搶着買單。周圍的人都捧着他，誇他豪爽，有大戶人家的風範。劉生沉浸在這種虛榮裡，無法自拔。有一年，當地舉行大型詩會，各路名流齊聚。劉生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，打腫臉充胖子，在酒樓包下了最奢華的包廂，揚言要宴請所有人。可他根本沒有這筆錢，他開始向高利貸借款，甚至把祖傳的幾畝薄田偷偷抵押了出去。詩會那天，他坐在主位上，享受着眾人的推杯換盞和阿諛奉承，那是他人生中最風光的幾個小時。他覺得自己贏了，贏回了天大的面子。可劇本的殘酷就在於，面子是給別人看的，代價是自己受的。詩會散去，高利貸債主如期而至，劉生根本無力償還。在那個寒冷的夜裡，債主扒光了他體面的衣服，當着全街坊的面把他死死按在泥地裡。那些白天還在酒桌上誇他豪爽的朋友，此時一個個關緊了大門，沒有一個人出來說一句話。甚至有人在窗戶後面冷笑，早知道他是個窮光蛋，裝什麼裝。劉生的精神徹底崩潰了，他無法接受自己精心維護的面子在一夜之間被撕得粉碎。3天後，有人在城外的井裡發現了他的屍體。他死的時候，身上只裹着一件破爛的麻布衣服。洪邁在這個故事的最後寫道：人皆笑劉生之愚，卻不知世人多在局中。放到今天，這個故事換了衣服，卻換不了內核。那些透支信用卡去買奢侈品的人，那些為了虛榮在社交平台上偽造生活的人，那些為了親戚朋友一句有出息而強撐着借錢的人，本質上都在走劉生的老路。真正能逼死一個人的，往往不是生活的困頓，而是那個你死活放不下的面子。你以為你在維持尊嚴，其實你只是在用未来給虛榮買單。面子成了枷鎖，人就成了囚徒。可慾望的終點，往往不是滿足，而是恐懼。看到路邊倒地的人，你扶不扶？看到別人落難，你幫不幫？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行善積德，
可夷坚治裡最讓人毛骨悚然的規律是，沒有邊界的善良往往是給惡人遞上最致命的刀。南宋平江府有個叫大德的藥鋪掌櫃，為人極其厚道，平日裡施藥救人，名聲極好。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，他在店門口發現了一個快要凍死的流浪漢。大德動了惻隱之心，不僅把他扶進店裡，給他熱湯熱飯，還留他在店裡當下人，管吃管住，還給工錢。這個流浪漢叫阿瓜。剛開始阿瓜感激涕零，幹活極其賣力，大德覺得自己就對人了。這就是典型的盲目善良。當你開始覺得自己在拯救世界，災難其實已經埋下了種子。過了2年，阿瓜熟悉了藥鋪的所有運作，甚至知道了大德葬銀子的保險箱鑰匙放在哪裡。人性的胃口是被餵大的，你對他的好，時間久了就成了他理所当然的資產。有一天，阿瓜在賭坊欠了大筆賭債，被逼債的人砍掉了一根手指。他回到藥鋪，看着大德那張充滿慈悲的臉，心裡沒有感激，只有嫉妒和恨。他恨為什麼大德可以舒舒服服當老闆，而自己只能當個下人。當天夜裡，阿瓜往大德的茶水裡下了剧毒。大德臨死前死死盯着這個自己一手救活的人，眼裡全是不可置信。阿瓜拿着偷來的银子連夜逃走。雖然幾年後阿瓜被官府抓獲處死，但大德的命，大德的家庭已經徹底毀了。洪邁寫下這個故事的時候，只寫了4個字：善惡無平。這個故事放到今天，就是翻版的大恩如大仇。現實中很多悲劇，往往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，而是因為你對人性的險惡一無所知，用廉價的同情心去試探惡的底線。真正的善良必須帶上鋒芒，否則你的善舉只是在給白眼狼精心挑選下手的機會。你以為是在渡人，其實是在自掘墳墓。如果恐懼是入口，善良就是最容易打開的鎖。有些局不是別人贏你，而是你根本動不了局。老闆拍着你的肩膀說，以後重點培養你，半年後裁員名單第1個就是你的名字。為什麼有些人明明什麼都沒做錯，卻還是一步一步走向崩盤？夷坚志裡鄂州丁家的故事給出的答案非常冷。鄂州有一戶人家，父親去世後留下妻子和兒子，表面上家產還在，人還活着，但結構已經鬆了。母親很快和一個屠戶走得很近，最開始只是生活依靠，後來關係失控，屠戶直接進入家庭，甚至開始以繼父自居。兒子長大後看見這一切，心裡是憤怒的，但他沒有立刻翻臉，因為他知道一旦撕破臉，母親的名聲也會毀掉。於是他選擇了一個看起來更理性的辦法，用錢和關係去解決問題。他開始刻意接近另一個屠戶張二，頻繁請酒送肉借錢示好，他以為只要鋪好關係，就能讓對方替自己出頭。但張二當場拒絕，並直接翻臉，因為他看穿了這是一場被設計的局，一旦捲進去，自己也會被拖下水。這時候局面已經失控，而更殘酷的反轉在後面。張二後來與真正的屠戶發生衝突，最終直接動手殺人，自首後卻反而被軍中人物看中收編，一步翻轉命運。而原本試圖掌控局面的丁家兒子卻什麼都沒有改變。他做對了每一件事，但每一件事都在系統裡被抵消了。他用錢試圖控制關係，但關係沒有被他控制，反而被現實反噬。你以為你在布局，但很多時候你只是站在已經成型的局裡做選擇。放到今天，你會發現同樣的結構一直在重複。職場裡，你以為自己在經營人脈，其實你只是在進入派系結構。生意裡，你以為自己在談合作，其實你只是被拉進資金鏈。生活裡，你以为自己在解決問題，其實你只是在修補一個早就失衡的關係系統。真正的問題不是你有沒有能力，而是你有沒有意識到，有些局一旦成型，個人努力只是參與過程，而不是改變結果。很多人最後輸掉的不是判斷錯人，
而是誤以為自己能改變已經寫好的規則。當連關係都不可信的時候，人唯一還能依靠的只剩下規則本身。但問題是，有些規則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你設計的。丁家兒子花了3年才明白這個道理，可等他真正看懂的時候，他已經站在局裡很久了。努力改變結果，但改變不了結構。可當你看清結構的時候，你已經站在局裡了。最合法的掠夺往往看起来最正常。你有沒有簽過合同？厚厚幾十頁，你翻到最後直接簽字，因為你相信不會有問題。可真正決定輸贏的，往往就在那些你沒看的幾頁。最後，你連自己為什麼輸了都不知道。為什麼一個人明明什麼都沒做錯，卻連自己的一塊地都守不住？《夷堅志》裡有個故事，講的就是規則如何在你看不見的地方完成收割。南宋有個農民，祖上傳下來3亩水田，是一家人唯一的生計來源。同村有個富戶早就盯上這塊地，因為地勢好，水源近，產量高。他想買，但農民死活不賣，說這是祖產，賣了對不起祖先。富戶沒有再勸，只是點點頭走了。3個月後，縣衙突然來人，說他拖欠賦稅，要帶去問話。農民完全懵了，他說自己年年交稅，從沒欠過。但差役只拿出一本賬本，說上面白紙黑字寫着欠稅記錄，讓他跟着走一趟。他看不懂賬本，但他看得懂鎖鏈，而鎖鏈是真的。當規則開始運轉，你說什麼都沒用，因為規則不認人，只認章。他一個字也看不懂，只知道鐵鏈是真的，衙門是真的，恐懼也是真的。他被關了7天，沒人替他說話，也沒人聽他解釋。第7天放出來的時候，他還沒緩過神，就看到富戶的人站在门口，遞過來一張地契，上面清清楚楚寫着3亩水田已歸某某名下，蓋着縣衙大印。他愣住了，因為他從來沒有簽過任何東西。但那份文件就是存在，而且合法完整，無法反駁。他去告，縣衙說手續齊全；他再告，府衙說原判维持。他想繼續往上走，但路費不夠，走到半路就餓回來了。等他回到村裡，田已經被別人種上了。他站在田埂上站了一整天，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。天黑之後，他走了。他不是被人打敗的，是被合法流程打敗的。洪迈在《夷堅志》裡沒有解釋這件事，只是記錄了結果。但你如果把它放到今天，會發現它從未消失。所謂合同、稅務、流程、手續，看起來是規則，其實是誰能定義規則，誰就擁有收割權。很多人以為自己輸在能力，其實是從一開始就沒資格參與規則設計。真正可怕的不是被騙，而是你連被騙的過程都完全合法。你被裁员時簽的那份自願離職協議和800年前那張地契走的同一條流程。你不是輸給人，是輸給合法流程。如果結構是鐵籠，合法就是那把鎖。你以為你在博弈，其實你在被建模。公司說流程公開，績效透明，人人公平，可升職的人永遠都是同一批。如果說前面的故事是在講人會不會被騙，那麼這一則故事講的是更深的一層，規則本身也可能是陷阱。夷堅志裡有一個叫陳琦的人，他擔心家產被分，於是提前找人出主意，想在家族內部占得先機。他找的是一個以精明著稱的富戶毛烈，在當時被認為最懂局的人。按常理，這種人應該幫他設計一個更穩妥的方案，但結果恰恰相反，陳琦反而被毛烈一步步帶進了更深的算計裡。他原本以為自己是在利用規則，但最後发現規則本身就已經被對方設計好了，他只是照着走流程。你以為你在用規則，其實規則在用你。當規則被設計，你的選擇只是選項排列。現實裡的邏輯其實很簡單，很多人以為自己在博弈，其實只是進入了別人設定好的計算模型。
你以為你在談條件，但條件早就被寫在框架裡。你以為你在選擇，但選項本身就是篩選過的。你以為你在掌控局面，但你只是在被系統允許的範圍內移動。放到今天，這種結構無處不在。比如職場裡的流程、考核、匯報機制，看起來公平，但誰定義了指標，誰就定義了勝負。比如商業合作裡的合同條款，看起來是協商結果，但誰先設計框架，誰就佔據主動。甚至在人際關係裡，誰先定義誰對誰好，誰就擁有解釋權。最耐人尋味的是，紅麥記這個故事，不是要告訴你人心險惡，而是提醒一個更冷的事實：當你還在討論對錯的時候，別人已經在設計結構。而夷監制，接下來真正要觸及的是最難接受的一層。有些時候，你連被騙都算不上，因為你是自願走進去的。真正的控制，不是控制人，而是控制規則。當規則成為工具，你就不再是你，而是变量。凌晨2點，冰箱空了，銀行卡餘額只剩28塊。手機打開，外賣頁面，看了5分鐘，最後還是關掉。孩子說：“爸爸，我餓了。”這一刻，很多人都會做出平時絕不會做的決定。為什麼在最危險的時候，人反而會做出最理性的錯誤選擇？夷監制裡南宋災荒的故事，把這個問題講得非常冷。那一年水旱連災，糧價暴漲，普通人已經沒有選擇權。一個商人帶着糧食下鄉，他不賣糧，他只做一件事：換地。1斗米換1畝田。災民一開始不信，但很快就信了，因為他們撐不過下一頓飯。有的人跪着求多給一點，但商人只是把糧袋提起來說：“你不換，隔壁村有人換。”在飢餓面前，任何長期價值都失效。農民把祖上傳下來的地換成了一袋糧，走回家的路上，袋子破了，米一粒一粒掉在路上，他蹲在地上撿，一粒一粒往嘴裡塞。那一刻，他撿的不是米，是他最後的尊嚴。那一刻，他不是在做交易，而是在延長生命。第2年風調雨順，那些被賣掉的土地產出翻倍，商人賺了10倍不止。而曾經的土地所有者變成了佃戶，回到自己曾經的田裡替別人耕種。你以為是交易，其實是在你失去選擇權時重新定價。生存壓力會讓人接受任何不合理。你以為這是市場規律，但紅麥記錄它是在說另一件事：當生存壓力足夠大時，人會主動接受最不合理的交換。災難從來不只是天災，它還是一次結構性洗牌。今天的世界並沒有不同，只是形式更文明。經濟危機、行業洗牌、資產抄底、企業收購，本質邏輯完全一致。誰有餘糧，誰定義價格；誰沒有選擇權，誰接受規則。很多人以為自己是在做決定，其實只是被迫在有限選項裡選擇活下去的方式。紅麥沒有評價誰對誰錯，它只是冷靜記錄，在極端條件下，所謂理性往往只是另一種無路可走。今天的資本收購、危機抄底、資產重組，本質仍然是同一件事，用时間差換取控制權。而如果把這一切連起來，你會發現夷監制真正要說的還沒結束，因為前面講的都是局，但最後一層是你如何看見自己也在局裡。災難從來不是毀滅，而是重定價格。可當生存成為唯一選項，尊嚴就成了最廉價的籌碼。我就隨口一說，你至於嗎？這句話你聽過多少次？很多人以為說話只是過嘴癮，卻不知道有些閒話是一顆會引爆別人一生的炸彈。800年前的臨安城，有個叫祝七生的人，為人刻薄，最喜歡攻擊別人的缺點。鄰居長得醜，他出言嘲諷；親戚過得窮，他辱罵戲弄。聽到別人說一句好話，他就要罵，裝模作樣；看到別人做一件好事，他便讥笑人家假惺惺。他時常說些顛倒是非的話，以此為樂。有一天，他不知從哪兒聽了一句閒話，
說同村張家的年輕兒媳婦和一名外地綢緞商人在街邊說了幾句話。傍晚在井邊洗衣服時，他壓低聲音對旁人說：“你們聽說了嗎？張家的兒媳婦白天和個外地男人在街角拉拉扯扯，那男人還給他塞了東西。”閒話就像瘟疫，長了翅膀，傳到第3個人嘴裡，變成了張家媳婦偷漢子；傳到第5個人嘴裡，變成了連野男人送的聘禮都收了。當天夜裡，張家的兒子應酬完回家，在路上聽到了閒言碎語。這個老實人瞬間氣血上衝，回到家不分青紅皂白，對着正在縫補衣服的妻子就是一頓暴打。妻子哭訴辯解，可丈夫根本不听，嘴裡罵着最難聽的話，把他趕出了家門。在那個極其看重贞潔的南宋，這等於逼他去死。第2天一早，人們在村頭的樹林裡發現了上吊自盡的張家媳婦，她用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。可悲劇還沒有結束，婦人的娘家人听到死讯，悲憤交加，帶着刀衝進張家，失控之下將張家兒子當場砍死。2個原本幸福的家庭在一夜之間徹底崩溃，留下了哭瞎眼睛的老人和尚在襁褓中的孩子。當官府開庭審理，查到源頭是祝七生的那句閒話時，他嚇得癱倒在地上，哭喊着說：“我只是隨口開個玩笑，誰知道他們氣性這麼大。”洪邁在《夷堅志》裡冷靜地記下了這起連環血案。他沒有去譴責那個衝動的丈夫，也沒有去怪罪憤怒的娘家人，他只是把祝七生的那句閒話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。你有沒有發現，今天互聯網上的網暴、鍵盤俠的無端揣測，職場裡那些不負責任的八卦，和800年前井邊的祝七生沒有任何區別。你隨口吐出的一根骨頭掉在別人身上，可能就是一座山。在這個世界上，最鋒利的武器從來不是刀劍，而是人心裡的偏見和舌尖上的閒話。你以為你只是在看熱鬧，其實你的一句話已經成了殺人的刀。你以為武器是刀劍，其實武器是舌頭。親兄弟，明算賬。這句話很多人不以為然，可當一筆足以改變命運的財富砸下來時，你才能看清睡在你身邊的人到底是親人還是豺狼。洪邁在《夷堅志》裡記錄了一場極其冰冷的家族悲劇。抚州有2兄弟，哥哥叫趙大，弟弟叫趙二，父母過世早，2兄弟相依為命，靠着幾畝薄田過日子，感情一直很好。有一年，趙大在翻修老屋的地基時，意外挖出了一個陶罐，打開一看，裡面全是金燦燦的金條。這本是一樁天大的喜事，可財富來得太快，人性根本沒有準備好。哥哥趙大心生貪念，想要獨吞，於是連夜把陶罐換了地方藏起來。第2天，弟弟趙二發現了蛛絲馬跡，逼問哥哥。哥哥百般推脫，甚至指着祖先的牌位發誓什麼都沒看見。那一刻，親情已經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懷疑和防備。弟弟嘴上說相信，心裡卻埋下了仇恨的種子。他開始每天跟蹤哥哥。半個月後的一天深夜，暴雨如注，趙大偷偷摸摸去後山查看藏金點，弟弟手持一把鏽跡斑斑的柴刀，死死跟在後面。當趙大挖出金條，臉上露出貪婪笑容的時候，弟弟從陰影裡衝了出來，一刀奪去了哥哥的性命。鮮血混着雨水染紅了那些金條。弟弟抱着陶罐狂喜，可還沒等他把金子運回家，就因為神色慌張被路過的巡丁當場抓獲。最終弟弟在菜市口被斩首，那罐金子被官府全數沒收。2兄弟，一個躺在荒山，一個死在刑場。洪邁記錄這個故事的時候寫了一句話：利之所在，骨肉為仇。放到今天，老人在醫院還沒斷气，兒女就在走廊裡因為爭夺房產大打出手，合夥創業的朋友在公司上市前夕為了股權用盡卑劣手段互相排擠。不要去試探人性，尤其不要用暴力去試探。在沒有約束的欲望面前，血緣、道德、誓言脆得像一張紙。你以為金錢是通往幸福的鑰匙，很多時候
它只是剥離人皮的解剖刀。當血緣擋在利益前面，血脈就是最先斷的那根線。看完4000個故事，洪邁只留下一個結論：同樣一句話，老闆說出來大家鼓掌，員工說出來就叫頂嘴。如果說前面的故事都在講人如何一步步輸掉局面，那麼夷堅志最後一層其實是在總結一個更冷的結論：真正決定你輸贏的從來不是單一事件，而是你觀察世界的方式。洪邁在4000多個故事之後沒有給出答案，而是反復留下4個觀察點。第一，看一個人在利益面前的選擇，不是他說什麼，而是他怎麼分配利益。第二，看一個人在衝突時的反應，情緒失控時的決定往往比理性時更真實。第三，看一個人对弱者的態度，真正的底線不在強者之間，而在無人監督時的選擇。第四，看一個人在沒有約束時的行為，沒有規則時的狀態才是真實人性。但如果只看到這裡，其實還不夠。你以為你在看別人，其實你在看結構裡的自己。更讓人後背發涼的是，你以為你在觀察別人，其實別人也在觀察你。你以為你在判斷風險，其實你本身就是別人設計的一部分變量。你以為你在選擇關係，但很多關係從一開始就已經進入了角色分配。所以洪邁沒有給出如何不被騙的答案，因為他知道只要你還在這個結構裡，就不存在絕對安全。他只是把4000個故事擺在你面前，讓你自己看清一件事：人不是因為笨而輸，而是因為太相信自己可以不輸。而當你終於看懂這一點，你才會明白，夷堅志從來不是鬼故事，它是一個系統說明書，只不過這個系統叫做人性。如果你把夷堅志當成一本鬼故事，你看到的只是鬼；可如果你把它當成一本人性檔案，你就會發現，洪邁真正記錄的從來不是妖怪，而是每一個普通人在利益、恐懼、權力和欲望面前會一步一步變成什麼樣。800年前如此，今天依然如此。看完整本夷堅志，我越來越相信一句話：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騙子，而是騙子永遠比你更懂你自己。他知道你什麼時候會貪，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怕，知道你什麼時候最想證明自己，也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把判斷力親手交出去。所以夷堅志真正教我們的不是識鬼，而是識人。更重要的是識自己。所有騙局最後騙走的從來不是你的錢，錢只是結果，真正被拿走的是你的判斷力。還記得視頻開頭那幾個書生嗎？他們最後不是輸給爆吧，也不是輸給賭局，而是輸給了那個剛剛嘗到甜頭以後就開始相信自己判斷的人。洪邁寫了4000多個故事，其實一直在重複一句話：人最大的騙局從來不是別人設計的，而是你開始相信自己永遠不會被騙。當一個人開始懷疑世界，卻停止懷疑自己的時候，騙局其實已經贏了。判斷力一旦交出去，後面發生的一切都只是時間問題。但如果你以為夷堅志最狠的故事已經講完了，那就錯了。洪邁還寫過3種人，他們從不騙人，從不違法，甚至人人看起來都覺得他們是好人，可最後所有人都輸給了他們。下一期我們繼續往下翻。你以為你在看夷堅志，其實你是在照鏡子。真正的局從來不在書裡，而在你每天做出的每一個選擇裡。